欢迎收看全新节目《医学不思议》。在这里，我们谈立腺体，也谈灵魂去哪里，从医学到玄学，破解各种奇怪知识。今天首集我们要聊的是误打误撞改变人类命运的神药故事。那我们就从第一个故事开始。想象一下，战场上一颗炸弹爆炸，没有碎片，却让整排的士兵痛苦倒下，皮肤溃烂，眼睛失明，肺部灼伤，连呼吸都变成一种折磨。这个东西啊，不是科幻小说，而是真实存在的化学武器，叫做芥子气，学名二氯二乙油烯，又叫 mustard gas。它是无色或微黄色的油状液体，带有淡淡的大蒜味或者是芥末味，挥发的速度极慢，在夏天空旷的地方可以残留几十个小时哦，而且冬天甚至可以存留到几周。但是啊，只要非常低的浓度就能致命。而且芥子气的渗透力极强，从呼吸道、眼睛、皮肤都可以进入到身体里面。只有穿戴全身的防毒设备，才有办法有效的防范。但可怕的事情是啊，芥子气啊，它的攻击并不是立即发作，因为芥子气它本身是亲油脂的，所以它会慢慢的渗透进你的皮肤，渗透进你的细胞，再来破坏你的 DNA。在暴露初期的时候毫无症状，你会以为人都没有事情，但是半天之后会开始全身起水泡、呼吸困难，让你生不如死啊！前线呢以为我们已经平安的撤离了，但是在几个小时之后却突然间集体失能啊！那这个时候你的医疗端啊，你的补给端会瞬间被压垮，那大家忙着救人，于是战局就因此而逆转。于是啊，在一战时期的时候，芥子气大量的使用，被大家称为毒剂之王。但是啊，这样子一个可怕的身份，到了2次大战期间却出现了逆转哦。在1943年德军轰炸了意大利南部的巴黎港，意外炸开了一艘美国运输船约翰哈维号，而这艘船上呢，它载满了2000枚的毒气炸弹，所以造成了大量的毒气外泄。于是乎啊，上百名士兵跟整个港口小镇都暴露在芥子气的范围中，伤亡惨重。到后来80几名士兵去世，并且在几个月后包含平民在内的死亡人数高达1000人以上。但是这场悲剧却造就了医学史上的重大进展。医师在这些毒气受害者的身体组织中发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哦，所有的被害者都出现全身的白血球数降低，而且本来该肿大淋巴结却萎缩了。那刚刚提到芥子气它是一个化学武器嘛，会让我们皮肤溃烂、呼吸困难，甚至失明。但让医生真正惊讶的是它对血液的长远破坏力。因为它不只是攻击我们的血球而已哦，而是它攻击的最核心的地方，也就是你的骨髓。什么是骨髓呢？其实骨髓就是我们血液的工厂。在这边的话，会负责生产3种血球，就包含了白血球，我们的军队；红血球负责运送氧气，以及我们的血小板负责修补血管裂孔的功能。尤其是我们的白血球，它寿命最短，平均只有6天而已，不到1个礼拜。于是在骨髓工厂受到破坏，白血球的补给消失的情况下，短短的不到6天之内，你的免疫系统瞬间瓦解。换而言之连一场小小的感冒都可以变成致命威胁。在这个时候，耶鲁大学2位药理学者吉尔曼跟古尔曼，他们脑中突然闪过了一个想法：如果这个毒气能够摧毁白血球的话那它是不是也能用来摧毁癌化的白血球，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血癌或者是淋巴癌？所以他们就开始改造芥子气，合成出一个全新的化合物，叫做氮芥。这个化合物的出现，让当时因为恶性淋巴肿瘤导致呼吸道完全阻塞，不能开刀只能等死的患者，居然奇迹似的活下来了。在药物的作用之下，肿瘤变小，而且病情也受到控制。于是，在1940年代，人类史上第一次出现所谓的抗癌药物。我们终于除了开刀、放疗之外，有了全新的选择。这些化疗药物到底是怎么样杀死癌细胞的呢？我们把这类药物统称为叫烷化剂。它的作用其实非常的科幻哦。它主要的方法是干扰 DNA 的复制，让我们的细胞无法分裂。DNA 本身它是一个双股的结构，你可以想象它是2条锁链交缠在一起，中间呢靠一个小小短短的氢键去做连接。所以要做细胞分裂之前，我们一定要先把这2条锁链的连接打开，才能各自进行所谓的 DNA 复制。
而烷化剂却像强力胶一样，死死地粘住 DNA 的2条锁链，拆也拆不开，修也修不好。于是乎，细胞最后就只能走向死亡。不过你也猜到了哦，这一类的药物啊，它不会挑人下手，它会攻击全身所有的细胞，尤其是分裂越旺盛的细胞越有效。当然，癌细胞是我们分裂最旺盛，也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但不幸的是啦，我们身体里面也有很多好人细胞天天在分裂，像是我们的骨髓细胞每天要制作新的白血球，像是毛囊细胞，我们每天都有很多的头发要新生，以及我们的肠胃道的上皮细胞，它需要每天更新我们的肠道黏膜。于是乎，这些化学治疗的药物就会让你的白血球降低、落发，每天恶心、呕吐、肠胃溃疡，这就是所谓化疗药物的细胞毒性。而近年来啦，透过不断的改良、开发，甚至到20世纪之后，所谓的分子标靶药物开始普及，我们可以锁定与癌症细胞增生有关的特定分子进行攻击，让我们的治疗更具针对性，对正常细胞的伤害也比较小。对癌症患者来说，真的是一大福音。仔细一想啊，从毒药之王到化疗药，医学的发展真的就是从一路牺牲走过来的苦难之路啊！别以为啊，只有战场上的毒能够救人，而沙漠中的毒一样也能成为医学界的传奇哦。这几年火到不行的 GLP-1 瘦针，很多人都以为它是什么高科技制成的结果啊，但实际上它的灵感是来自于一种剧毒的蜥蜴。这种蜥蜴的话叫做 Gila Monster， 中文的话叫做希拉怪兽。它主要是栖息在美国西南部到墨西哥的沙漠里哦，体型粗壮，花纹诡异，动作缓慢。那当地的原住民以前见到它都唯恐避之不及。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蜥蜴的口水里面有毒，虽然没有像蛇毒一样致命，但是你被它咬一口哦，会出现剧烈的疼痛，而且你会有局部的组织肿胀，要持续到好几个礼拜才会复原。但是我们常说毒就是药，药就是毒。所以在1992年的时候，真的有一个叫做 John Egg 的科学家，居然跑去特别研究这种毒蜥蜴的毒液，而意外的发现，它其中居然含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叫 Excitin-4。Excitin-4 是什么东西呢？它不仅能够模仿我们肠道分泌的 GLP-1 激素，并且在血液中存活的时间是天然 GLP-1 的50倍以上哦。在医学上，这可是天大的发现。因为我们虽然很早就知道天然的 GLP-1 可以控制食欲，促进胰岛素分泌，可以有效的改善我们的血糖，但是它的半衰期就只有1到2分钟而已，所以我们根本难以投入临床应用。但是自从发现了 Excitin-4 之后，我们就有机会从它的分子结构去做一个加减乘除，试图延长这个 GLP-1 的一个功效。于是从 Excitin-4 延伸出来人工合成的 GLP-1，就是我们现在医学上使用的 Liraglutide、Semaglutide。而这2种药物不仅成为糖尿病治疗的新希望，更因为它有降低饥饿感、达到瘦身效果的功能，有了瘦针的称号。从蜥蜴的毒液启发到现在，这套肠泌素的机制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赚钱的医药魔法。而诺和诺的公司，也就是制造 GLP-1 的药厂，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药物跃升为欧洲市值最高的公司，击败了欧洲众多产业，包含了奢侈品，包含了汽车，成为2024年欧洲市值第1名，企业中霸主中的霸主。北欧的制药巨人诺和诺德手握模仿 GLP-1 的 Semaglutide， 而美国礼来公司的武器则是双重肠泌素 Tripeptide。那这2种的药物到底差在哪边呢？双重肠泌素 Tripeptide 主要的话是模拟的另一种肠泌素 GIP， 但它同时也有 GLP-1 的功效。而 GIP 除了可以抑制食欲、改善胰岛素阻抗之外，它也会作用在脂肪细胞，加速脂肪细胞的分解。而2种肠泌素 GLP-1 跟 GIP， 它们的作用可说是相辅相成。简单说 Semaglutide 你可以想象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拳击手，出拳打得又快又准又有力。而双重肠泌素 Tripeptide 这是一对搭配默契十足的双打拍档，左右开弓，打得更猛。而 GLP-1 加 GIP 的确是一种更强的减重组合，但不一定是对所有人都有效哦。而且对于某些人，尤其是所谓体重基础本来就不重的人加上 GIP 也不一定会让你的效果更好。而在副作用的部分无论是在研究或临床观察，普遍显示 Tripeptide 的肠胃不良反应发生率跟 Semaglutide 其实是相似的，而且多为暂时性，可以借由剂量调整来做一个改善。
但是千万要记得哦，减重永远不等于绝食，而且所有药物也不是越强越好。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啊，尤其是亚洲人口，我们的体重没有像外国人那么重，中低剂量的药物效果就已经很好了。周医师啊，在门诊中常常遇到很多病人想说啊，买大剂量的药比较划算，或者是我们想要追求快速减重，一下子就施打过强剂量，结果就出现了严重的恶心、呕吐、脱水，甚至昏迷啊。尤其这些药物它都是长效型的，所以一旦施打，要1个礼拜才会代谢掉哦，所以你就会过着生不如死的一周。千万一定要在医师的监督与建议之下才可以使用这些药物，不可以在外面私自使用哦。那瘦针啊，还会触发一些谁都没有料到的副本任务哦。第一个，意外的胸风针。2023年呢，英国泌尿外科医师 Richard Vining 发现呢，长期使用 GLP-1 的男性，不止啊血糖变好了，体重也下降了，而且啊还有部分的人觉得自己的长度好像变长了哦。不过专家澄清，目前没有任何研究证实 GLP-1 类的药物可以直接的促进阴茎组织生长，而这种感觉啊，多半跟你的腹部脂肪减少有关，使得原本被遮住的基部更多的显现出来。再加上啊，你减重后啊，你的代谢改善啊，睾固酮的水平上升，以及自我形象的提升，共同产生了外观变长的印象。换句话说，这支减重针带来的是健康与自信的双重加分，而不是生殖器实际尺寸的改变哦。第二个，头痛与失明的救星。在最新 JAMA Neuro 的研究中发现呢，像 semaglutide、liraglutide 这一类的 GLP-1 受体促效性，居然可以帮助一种非常罕见但是却可以致盲的疾病——特发性颅内压增高症。这种病呢，会让年轻到中年的女性几乎每天头痛，看东西啊会有双重影像，甚至搞到后来失明。研究中发现呢，GLP-1 类的药物啊，不只是降血糖，而且还可以让这一类的患者头痛的风险降低了55%，失明的风险降低了40%，连日后啊因为眼压过高需要进入到手术的几率都少了将近一半。原因是在于啊，其中的成分能够帮助抗发炎，改善脑脊髓液的循环，并且降低颅内压力，减少发炎对血管造成的伤害，也帮助维持血脑屏障的健康，间接稳定脑部血管，就像是在帮你的大脑啊减压泄洪。第三个，延缓失智的防线。在瑞典全国资料以及多项系统性的回顾指出啊，相较于使用 DPP-4 抑制剂或者是 Sapaura 类的这2种血糖药的患者啊， GLP-1 类型的药居然可以降低将近50% 的失智风险呢！哇，这个药物正式的跨足了神经退化疾病的防治领域。不过目前对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去评估。总之 GLP-1 疗法已经开始探索更广泛的适应症，不再仅仅只是所谓的血糖管理的工具，而在未来啊，这个药物我们预期它会涵盖心脏、肾脏、大脑、免疫或者是神经退化性疾病，变成是一个整合性的疗法。不过啊 ，GLP-1 类型的药物对于肥胖来说的话，它的主要任务其实是改变行为的催化剂哦。在治疗初期，还是应该要搭配专门的院所去评估，听医生的话，同步进行饮食的调整、生活作息的调整，定期做健康检查，追踪身体的状况，并且啊要预防哦你的肌肉流失以及你的代谢反弹，才能够将药物的效益达到最高，转变为一个长期健康。从杀人毒气、毒烯、毒蚁，你会发现呢，有很多伟大的发明都是在不小心搞砸什么，误打误撞，结果却不小心撞击了奇迹，而瘦针正是如此。那要记得哦，毒就是药，药就是毒，在使用上一定要依照医生的指示，才不会适得其反，并发挥所有药物的最大效益哦。先喘口气，点击右上方的按钮做个小测验，看看你需要是增肌、燃脂还是补充营养素。完成之后就可以拿到专属的饮食建议哦。如果你喜欢全新系列的医学不思议，请帮忙订阅、按赞。当然，如果你想更了解自己身体的状况，或是正在考虑减重与代谢治疗，也欢迎来初一诊所找我聊聊哦。下集见，拜拜。